细说黎巴嫩，从东方瑞士到恐怖主义温床。第2章，海市蜃楼的繁荣与走钢索的英雄。1950年代到1960年代。如果说建国时的那份国家宪章是一颗定时炸弹，那么在1950年代，黎巴嫩人不仅在炸弹上跳舞，还跳出了全中东最华丽的华尔兹。在我们之前的细说伊朗系列中提到，伊朗的底气来自于地下的石油，但黎巴嫩这个国家一滴石油都没有，没有老天爷赏饭吃，黎巴嫩人靠的是祖先流传下来的商业头脑，靠着极度严格的银行保密法，以及作为东西方贸易的超级收费站，周边阿拉伯土豪的石油美元疯狂涌入首都贝鲁特，这里成了全中东最大的资金避风港，被誉为东方瑞士。但请注意，这种令人啧舌的繁荣仅仅局限在以基督徒为主的贝鲁特天龙国。当权贵们在豪华俱乐部里夜夜笙歌时，南部广大农村的什叶派穆斯林却连干净的水和稳定的电力都没有。这是一场没有实体工业支撑、极度倾斜的假繁荣。这种极端贫富差距累积的怒火，终于在1958年引爆。当时的黎巴嫩总统夏蒙 Camille Chamoun 亲美的基督徒想违宪连任。此时的中东正刮起一阵泛阿拉伯主义旋风，埃及总统纳瑟背后有苏联撑腰，号召所有阿拉伯国家合并。夏蒙的违宪引发黎巴嫩国内的穆斯林群情激愤，想推翻政府，加入埃及。国内爆发暴动后，夏蒙总统向美国求救。美国总统艾森豪立刻派出海军陆战队登陆贝鲁特。当时最经典的历史画面是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从登陆艇冲上沙滩，而旁边竟然躺着穿比基尼晒太阳的游客跟卖冰淇淋的小贩。在这场混乱中，身为军队总司令的福阿德·谢哈布 Fuad Chahab 因为坚持不让军队对民众开枪，成为了撕裂社会中唯一能被各方接受的最大公约数，被推上了总统大位。他保持了绝对的中立，这让他成为了基督徒，因为他是马龙派；穆斯林，因为他没开枪；以及美国需要一个稳定局面的人，三方唯一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。谢哈布看透了问题的本质，如果只让少数权贵吃肉，底层连汤都喝不到，国家迟早要完。于是他展开了黎巴嫩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谢哈布主义改革。他引进了法国的城市规划专家，把国家的财富强行分配到南部的边陲地带，铺马路、拉电线、盖医院，推行社会保险。他推动了涵盖全国的绿色计划 Green Plan 来支持农民开垦，并成立利塔尼河管理局 Litani River Authority 来解决水电问题。在他的推动下，工人的购买力大幅提升。到了1964年，谢哈布卸任时，黎巴嫩全国的国民生产毛额 GNP 中分配给劳工的比例，在历史上首度超越了资本家所占的份额。这对一个原本被少数权贵垄断的国家来说，是极度不可思议的成就。黎巴嫩不仅迎来了真正的经济起飞，更诞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。这才是黎巴嫩历史上真正全民有感的美好时代。
但谢哈布的改革却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超级大蛋糕。在谢哈布执政的1960年代，黎巴嫩呈现出极度撕裂的平行时空。当时的贝鲁特港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超级收费站，更是全球名流的极乐天堂。彼得、奥图在派完阿拉伯的劳伦斯后，会来这里的圣乔治酒店度假。好莱坞传奇伊丽莎白、泰勒、法国性感偶像碧姬、巴杜都将这里视为浪漫圣地。就连各国的顶级间谍都把贝鲁特的饭店酒吧当作情报交换中心。当巨星们在沙滩上晒太阳时，谢哈布正动用第二局的情报网，死死压制住贪婪的地方派系，强行把国家财富输送到贫穷的南部。而当底层人民开始依赖国家提供的福利时，那些长期把持地方资源、靠着黑金政治剥削百姓的传统政客和地方派系便联合起来，疯狂反扑。为了压制这些贪腐的政客，确保现代化改革能继续推行，谢哈布别无选择，只能极度依赖第二局来打击异己。这让当时的黎巴嫩在繁荣进步的表象下，笼罩着一层警察国家的阴影。这位在火药桶上走钢索的总统，用强硬的手段换来了短暂的和平与繁荣，但他并不知道，当他转身下台后，一个更致命的外来组织即将把这个脆弱的国家彻底啃食殆尽。